回来了。找谁去了？一个电话就出门，这么久才回来？就我一哥们儿，跟老婆吵架了。哥们儿？你哪个哥们儿我不认识啊？就以前的同事，你又不认识。我现在就在你以前的单位上班，你以前的同事就是我现在的同事，我有谁不认识啊？人家早就跳槽了，我先去洗澡了。哎呀，我写的太入迷，又忘记做饭了。没事儿。我今天去商场遇到你们娱乐部的 Julia， 她说最近你跟丽丽在社内斗争的很厉害啊。没有斗争，就是有点不和谐。哎，我说的话你全当耳边风了。不要惹丽丽，惹上她你只有吃亏的份儿。你是新人，他是老编辑，虚心一点，不要锋芒毕露，啊！夏风，有件事情关乎你的自尊，我一直没有告诉你。你知道你工作怎么丢的吗？你那200万的广告大单，是郭丽丽打电话让人转给陈爽的，还说我单纯没心眼。我再怎么单纯都不会认敌为友。不可能啊！陈爽亲口告诉我的。那就一定是陈爽诬陷。丽丽又不缺钱，她没有必要这么做。陈爽这个人最狡猾了，我走的那天打过他，他自然对我怀恨在心呢。他知道我跟丽丽的关系不错，就趁机嫁祸给丽丽，然后挑拨你们的关系嘛。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是吧？丽丽绝对不可能做这种事情的嘛。到现在你还替她说话？啊，你们俩关系真是够铁的。江澄澄专访 ，Maggie 让我跟丽丽公开竞争，一人各写1篇。她明明知道你是我老公，居然让你写稿。哦，这就叫友谊，这就叫师兄妹。我看这应该叫不遗余力的破坏他人婚姻吧。哎，你们俩关系真的挺不一般的啊。说吧，你除了帮他写稿以外，你还帮他干嘛了？你怀疑我？是啊。你怀疑我，我还怀疑你呢。少在那边给我转移话题。你跟 Angel 是不是有一腿？你们在裸心堡是不是上床了？别以为你们眉来眼去，我没有看到啊！没有 Angel 撑腰，你能一步登天吗？那 Taurus 是什么样的地方？是本市最大的时尚刊物，多少人挤破头都进不去，连我都被挤出来了。你一个毫无资历的家庭主妇，你凭什么一帆风顺，步步高升啊？别告诉我你不知道为什么，连傻子都知道是怎么回事。荒谬！夏风，问问你自己的良心，你这种无休无止的猜测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啊？啊！我出去工作是为了这个家，为了你跟孩子。我每天早上6点起床，凌晨2点才睡觉。我加班加点，拼命工作，家务活我一样没有少做过。论资历我不比你差，论学历我是双学位，论专业我比你更懂时尚，我比你更懂经济。论写作，我第1次稿件就上了头版。我也遇到过老板挑剔，我也遇到过同事的刁难，但是我没关系。我也想要升职，我也想要提拔，我做这一行我当然想要成功。哦，这个人是你的话，那就是踏实肯干，凭本事吃饭。到我这儿呢，那就是勾引老板，靠姿色起家。啊，夏风，别人这么说我无所谓，但是这个人是你。你不支持我，不鼓励我就算了，你还讽刺挖苦打击我，你不觉得你这种逻辑很恶心吗？你别给我闲扯淡！搞男人就是搞男人，别在我面前说什么搞事业。你一个女人懂什么事业？事业是男人搞的，你就是一个搞男人的女人。
这个陈爽真是够恶毒的，这分明就是一箭双雕嘛！幸亏你来找我核实，不然就要被他给耍了。我跟他同一年分到广告部，每次我拉的订单都比他高，也许他是嫉妒吧。这个小子之前透露过好几次想要追求我的意思，都被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。估计怀恨已久，这件事情你要好好跟韩青解释解释。他根本就不信。我记得我离开托尔斯那天，你还来找过我，你问我需不需要你帮忙找工作。如果真的是你干的，犯得着说这些话吗？更何况后来你还借了我这么多钱。丽丽，你一直是帮我的，我心里明白。可是韩青，我真的是越来越不了解他了。自从他去托尔斯上班，就好像完全变了一个人似的。哎，我在托尔斯干了几年，都没像他在那边干了1天变化大，好不好？有些女人啊，在受到诱惑之前就是一张白纸，可一旦诱惑出现了，就什么颜色都出来了。你的老婆呀，最近跟我们的 Angel 走得很近呢。怎么？很受伤吧？知道吗？自从 Maggie 知道 Angel 喜欢韩青之后，就处处夸他能干，还推荐他做娱乐部的总监呢。我就搞不明白了，像 Angel 这样的富家公子，什么样的漂亮女人没有见过？别的不说，就说娱乐部，单身女人一大把，个个都比韩青年轻时髦，怎么就看上韩青了呢？何止是看上，还一见钟情呢。你知不知道，韩青的英文名就是 Angel 给起的，叫 Amber。Angel 去世的未婚妻也叫 Amber， 如果不是喜欢，一定不舍得把这个名字让给他叫吧。夏风啊，你这个老婆真的不简单。刚进娱乐部就处处与我作对，什么都要跟我抢。我是看在你的面子上才放过他，不然以我的脾气，他根本不可能有好日子过。我了解韩青，他也不是那种会争斗的人，他对你构不成威胁的。你真的是太小看他了，绿帽子戴在头上，还替他说话。丽丽，江澄澄的稿子，你明知道是韩青在跟你竞争，你还找我帮你写，这有点过分了吧？过分，是他更过分，好吧？一个新人屁股都没有坐稳，就处处想要表现，逮着机会就抹黑我。夏风，我警告你，如果韩青再挡我的道，或想踩着我上位，那就是与我作对。到时候，别怪我不客气。哎，别，大家都是好同学，当年都是一个寝室的，这至于吗？丽丽，你就放过他，就当是为了我，啊？代价是做他砧板上的肉吗？我凭什么要站在你这边？夏风，如果他再继续跟我作对，那就别怪我连你也不认得。丽丽，丽丽，韩青，请不要离开我，对不起。但是你现在的所作所为，真的让我太失望了。
，Andrew，到我办公室来。脸怎么回事？啊，没事啊，就是撞了一下。谁干的 ？Amber， 如果你在家里不开心，工作的时候也不会开心，反之亦然。你要学会保护自己。如果你需要帮助，一定要让我知道。我不需要啊，我真的没事儿。如果你遇到了家暴，我建议你报警。哪儿有家暴啊，安珠，你想多了，真的没事儿，真的没事儿。暴力是一种病，就像癌症，不是说你不希望它有，它就不会来。Amber， 谢谢你的关心，我自己真的可以处理好这些事情。如果没有其他事情，我先出去了。何彩虹 ，Amber， 不，很轻。今天上班，她脸上跟手上都有明显的伤痕。我认为她有70%的可能遇到了家暴。正好，我马上就到了。今天怎么没有空来找我呀？走，吃饭去。吃什么饭呀？你这脸，夏风干的。你到底要被他欺负到什么时候才算完呀？不行，我找他算账去。哎呀，这是我自己的家事儿，能不能让我自己解决了？彩虹，对不起，我就是不想把事情闹大。你都这样了还不算大？你干嘛要出人命了才算大吗？行，我可以不去找他，但是为了你的人身安全，你从那儿搬出来，不能跟这暴徒住一块儿。哎，我最近真的是每天工作压力就很大了，回家又看见他那个态度，我确实是挺寒心的。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做错了什么。你能不能不要一出事儿就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呀？你半点错都没有，要硬要说错，就是错在你一直忍让，滋长他这种猖狂。夫妻之间那都是要互敬互爱的，你看看你现在这个脸，敬在哪儿，爱在哪儿呢？行了，你今晚别回家了，你把多多带着上我们家去，让我们好好说说你。一出事儿就老去你家，那也不是真正的解决办法呀。哎呀，走，吃饭去。哎呀，哎呦，你现在怎么越来越像你妈了？哎，我跟你说，唠叨的。你回去还是要和夏风好好谈谈。哎呦，知道。Maggie 的意思是说，米兰时装周这次会有很多明星会来，所以呢，主刊会进行重点报道，公众号这边也希望你配合。主刊会以图片为主，外加一些时尚分析。公众号这边，我觉得Andrew让我做这个公众号的时候明确表过态的，公众号的内容和设计由我全权负责，不需要你告诉我该怎么做。是由你负责执行，但是审批这块之前是交给Andrew和Nicole的。现在Andrew太忙了，Neil又刚来，所以就交给 Maggie 了。Maggie 跟我说让我先过一道审，有什么问题再让他看。什么意思啊？刚当上官，屁股都没有坐牢就想骑到我头上吗？不怕摔着啊？这期公众号的策划案我已经交过了。是这份吗？我是直接交给 Andrew 的。从现在起，公众号的审查由我先负责。需要跟 Andrew 打个电话确认一下吗？这期公众号要配合主刊进行米兰时装周的宣传，主刊呢会侧重于中国的参展服装团队，还有明星专访。公众号这边可以侧重于明年的时尚流行趋势，还有艺文趣事、明星八卦。当然，你策划的内容还可以有，只不过就多加上我说的这几项内容而已。我们之间并不矛盾。那你的那部分另外找编辑写吧，写好交给我就行。我会把图片和稿件都发给你，稿件请你自己组织。丽丽，
Yes or no? Yes。夏风，怎么不进去啊？哦，我就是来接一下韩青。真够体贴的，知道吗？托领导赏识的福，你们家韩青马上要去欧洲了，负责米兰时装周的专访。真行啊他，算是替我圆梦了吧？看着吧，用不了多久，他就要变成我的顶头上司了。什么上不上司的？你们是好姐妹啊。我可不敢当，他不吃掉我，我就谢天谢地了。韩青她不懂政治，性子又软，有她当你的上司，这绝对是你的福气。福气我可不指望，倒是你的傻气真的让我大开眼界。你们家韩青跟你真的不是一个数量级的。你我在托尔斯工作这么多年，有见过谁升职像他这么快的吗？我先走了。哎，对了，那个意大利的签证啊，办下来了。我下个礼拜要跟 Andrew、Neil 还有 Maggie 一起去米兰时装周待4天。这种时装周都是世界顶级品牌跟头号设计师们聚会的地方，就算是 Andrew 也不一定要得到票。你们去这么多人，有座位吗？就 Andrew 和 Maggie 有座位，我们呀也就去看看大秀。时装发布会有几百场呢。听说今年中国有几个女装品牌去了呢。哦，对了，还有几个明星。我们呀主要是去感受一下明年的春夏流行趋势，顺便呢再拍拍照、采采风。这丽丽对时装这么有研究，在娱乐部的年资也比你长。每年这种事她都是最关心的，怎么不叫她去，反而叫你去了？哎，你站哪边啊？我是娱乐总监，好吗？那比他们新媒体部门大多了。我去是名正言顺的事儿。哈，夫人高升了啊，官腔都开始冒出来了。我还涨工资了呢，开心吧？哼，开心。妈，你用这个敷一下吧。来，不用了。我靠一会儿就行了。哎呦，你说东林这孩子也真是的，工作那么忙，今儿就陪了我们1天呢啊。是啊，是挺够朋友的。你跟那个季老师彻底断掉了吧？妈知道你心里挺难过的，我还不了解你吗？心地那么善良的孩子，就怕伤了别人的心。彩虹啊，妈给你道歉。